OK， 这里是素可泰遗址公园的西区啊，西区里边摩托车就可以骑进来，还是比较爽。上一集我们徒步探访了素可泰的中央公园区域，今天我们充分发挥摩旅泰国的优势，驾上摩托车去探访外围那些更广阔、更好玩的区域。上一集我们探访了以马哈泰市为中心的中央公园，今天我们先驾车到西边 Wat Saphang Hin 为中心的西部区域，然后再到西北部著名的 Wat Si村跟 Wat Prapan Ram 参观，然后到 Wat Chatapong 为中心的南部区域，最后呢还要到城外的环象市和圣心湖游览。首先我们来到相对较偏远的素可泰西部区域遗址，和中央区域一样，这里也需要购买门票，同样是200泰铢，但好处是呢，你可以驾摩托车进入整个园区。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古迹，倒更不如说像一个森林公园。所有的遗迹跟古建筑，包括那些佛庙佛像，都是在山坡或者说丛林之中的，探索起来呢别有一番野趣。但坏处是，就是你靠徒步很难完成整个区域的探索，务必要借助摩托车，最起码也是自行车吧。西区的这些遗址的好处呢，就是摩托车直接可以骑到跟前来自己看，你甚至都不用下车。尊贵不尊贵？感觉啊，大彪 VIP。对，这个庙是西区最大的庙，叫做 Wat Saphang Hin。它这条上山的游步道做得很有特色，感觉很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哇，这个庙在一个非常陡的山坡上，他说要给你修这么一条石头做的游步道。哇，在这样的大热天，在泰国的山坡上爬山，哇，这是一种啥感觉？现在爬了有1/3了吧，还有2/3，看到山顶上那个佛庙了吧？这就是顶上。快到了。好热好累，不过终于到顶了。这就是西区最壮观、最精华的一个寺庙，它是在一个山顶上。要想拜见这座寺庙中的大佛呢，你先必须爬一段比较长的坡道上来，才可以觐见这尊神圣的大佛哟。对，就是下面这么长的一个坡道，说高呢也不高，大概60-70米吧，大概海拔顶多也就60-70米而已。哇，这里还有一大一小2尊佛像啊！我发现素可泰的佛像在主佛像边上，往往有一座小的佛像，可以说是随从啊、守卫啊之类的。这种佛像的这种排列方式，在其他地方好像都没有见过。阿弥陀佛，宝相庄严。西区除了那几座在山顶之上的古庙和遗址之外，更多的是无数散落在路两旁田野之中的遗址和庙宇。那么因为西区的遗址的总数量非常的巨大，但是其规模呢又不如中央公园这么精彩，那我们就驾到摩托车游览一遍就可以了哈。离开了西部地区，我们前往著名的Wat Si村所在的西北地区。Wat Si村也就是西村市呢，有一尊被命名为泰国的微笑的神秘大佛。那么西北地区的2座庙宇的门票和昨天我们游览的中央公园是通用的。我们来到了素可泰的西区最有名的这个市Wat Si村啊，西村市。西村市听起来怎么像个日本名字感觉？这个地方就明显没有昨天中央区域这么大了，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西村市。
哇，慢慢的走进西春市的大佛，这种压迫感跟庄严感就来了。他在前面那个锐角三角形的这个缝隙里边看到大佛的面容，哇！这尊佛是整个素可泰地区所有的佛像里唯一一尊眼睛睁开的，这也说明他地位非常的不一般啊。哇，我们终于来到了西春市的大佛脚下。哇，不身临其境没法感受这种压迫感跟庄严感啊。西春市建于13世纪，其中这尊大佛高15米，呈坐姿，右手触地，象征佛陀在菩提树下战胜摩罗并领悟真理的时刻。他面容宁静，嘴角略带微笑，展现出慈悲与智慧。他双眼微微睁开，是素可泰遗址中所有佛像里唯一一尊睁眼的佛，这也显示了他在素可泰的佛像中的主佛地位。而佛像所在的佛殿设计也非常独特，正前方有一个狭窄的开口，阳光通过这个开口照射进来，正好落在佛像的脸上，营造出一种神圣辉煌的氛围。哇，这尊佛像的这处金手，从这个角度看上去，这种神圣的庄严的压迫感更加强烈了。这个像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同的感觉，正面、侧面、右面、左面，完全都是不同的感觉。A few moments later， 逛完西春市刚好是午饭时间，那么我们就在路边随便找一家小餐馆用餐。这种泰国这种想吃饭就街边随便找个小店，都不用看谷歌，不用看什么 TripAdvisor， 直接点好，都很好吃，爽哦！吃完午餐，又喝了2杯冰咖啡之后，我们就慢悠悠地驾着摩托穿过整个素可泰古城，到达古城的南部区域。南区的遗址呢，也数量众多，虽然它的规模比不上中央区域和西北区域，但是呢，好在它是一个不需要门票的免费区域。另外，它的文保级别可能没有中央区域这么高，所以呢，路两旁呢还有不少的住家或者商店在那边，所以在这里游览起来呢，也感觉更接地气。而且摩托车也可以直接骑到遗址的跟前，让你在这么一个炎热的正午省了不少徒步的力气。素可泰遗址南区啊，南区的遗址就比较分散，它是在一些乡村的一些田野里边，但是好处呢，它是不收费的，全都是免费参观的。然后既然是免费参观呢，摩托车呢，它也可以直接骑到这个古迹的边上，就不用像中央公园这样前面走很大一段路。所以说，如果说有自己有交通工具的朋友，南区来逛逛也是不错的。啊，哦，哎，这里也有一尊佛像的，但这个佛像就是没有修缮过，对吧？你看啊，它那个是砖头和那个泥，对，最后再附了一层水泥，对，水泥一片片剥落掉。对，所以这个它就是没有修复过的，所以前面几尊佛像它可能有修复过的。修复过就收费，没修复过就免费。啊，这样的。哎，那我宁可看它没修复过的，这样还感觉更真实一点。它钱要有用啊，对吧？收了费要养工人除草。南区对尔街最大的好处是基本上看不到游客，啊，好舒服呀。哦，它不除草不行，它的根系会破坏砖头。对，所以你看，他们工作人员要爬顶上去，把这些杂草都清理干净，
不然就跟你说的一样，它那个根系会把那个塔全都给搞坏掉的，对，结构都搞坏掉了。这植物很厉害的，其实，所以他们苏可泰这一种古迹的维护也是很大一笔开销。当我们逛完南区准备离开时，突然想起在北边还有一个叫做 Waparapai Ram 的寺庙值得一逛，于是我们呢驾上摩托又回到了北面。OK， 又回到北区了啊。哎呀，哎，今天我两个衣服颜色一样，真有福啊！妈的，怎么了？委屈你了？妈的！突然，每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市周围好像都是有个六小护城河一样的一个东西，都要走上去，穿过这个河才能到这个庙宇的正中间。我们发现，在素可泰遗址中，但凡比较重要和规模宏大的遗址，它的四周呢就有一个类似像护城河一样的水域存在。这座 Waparapai Ram 在素可泰遗址中的地位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同样需要出示门票才可以进入。那么刚才也说了，西北地区的门票呢和中央公园是通用的，在72小时之内都可以用。但这座庙的保存完好度就明显没有其他的庙宇好了，显示出一种残破苍凉的美。哇，好，这样的话呢，中区、西区、北区、南区全逛完了。最后呢，我们再去城外看一个叫做环象市的地方，很多大象啊。哇！素可泰的文物遗址并不只存在于古城之中，在城外也散落着很多美丽的重要的遗址，比如说著名的环象市。城外的环象市，这个呢不在古城的范围内，在城外的一个郊区。它的特色呢是这个佛塔周有一圈的大象的雕塑，所以可以称之为环象市。拜访完环象市，就意味着我们探索素可泰古迹之旅告一段落。那么现在天色尚早，于是呢，我们再次驾上摩托，开足马力，前往离城区有10多公里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新开发的人工湖景区，叫做圣心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湖本身的形状和它湖中间的那个湖心岛都是一颗爱心的形状。渐渐的，我们眼前出现了一抹蔚蓝，我们知道圣心湖到了。这个圣心湖湖边上有个游步道，可以绕着这个爱心形状的湖绕一整圈。哇，这个夕阳落山了。驾车环湖1周后，我们驶上了那条通往湖心岛的湖中公路。之所以称之为圣心湖，刚才说了，是因为整个湖和中间的湖心岛都是一颗爱心的形状。但这个作为重要亮点的景区特色，一般的游客呢却 get 不到，是因为你在陆地上是无法窥见这个岛的全貌的。好在呢，我们可以借助无人机的视角，从空中看一看这个圣心湖的全景，然后感受到那颗巨大的爱心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但是入门级无人机也只能飞到100多米的空中，给你看一下湖心岛的爱心形状。但您想纵观整个湖面的爱心形状，就必须借助飞机才能够看到了。今天呢，算是充分发挥了摩旅的优势，借助摩托车的力量，带我们探访了素可泰的各个角落。天色将晚，我们回到新城用晚餐、逛街。你说素可泰这么一个世界级闻名的旅游城市啊，这么市区夜晚上怎么这么萧条、这么冷清的了？晚上真的没啥好逛的。这条街上你看空如也，一到晚上他们还主干道都关门了，你看只有狗。哎呀，然后还有这么一个讨厌的中国男人在边上，我靠！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叫100，这是干嘛的？真的好荒凉啊，这里。哈登科
出去发动车是吧？啊，在这里点单要靠手机这样刷译的。这家小店是苏可泰城区里边评分最高的。对，也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是先发现了以后才发现，谷歌地图上它评分是全5分的，有几十个评价。哇，这个馄饨面很好。结束了素可泰的游览，我们正式进入泰国北部地区，这也是我们本次摸旅中最精彩、最有趣的部分。请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哦。